这个地方为什么有柴官龟？为什么可以找车找到柴官龟？我没有捕到，头说的大吃哎，我还文字，文豪是华山虎蛇。我们这样是不是没有道德的生态 YouTube？能见度不到10公尺啊！这是要怎么开车？这也太浓了吧！雾老浓了，还伴着小雨。哎呀，马上要出来了，各位！嘿，各位，我们要见面了，我是冲山蛇。今天来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算是今天算一个新探险的部分。地图上找一个地方点，好走，宣凯我们出发。这里海拔差不多800到1300之间，这是一个非常的诡异的地方，四处都是崩塌地，车子进不太来，非常危险。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哪里。谁砍哦？希望我们等下有找到东西啊，因为各位可能不知道，这个镜头后面我开了无数次的抬头，但是很多都被删掉了，因为我们那晚根本没找到东西。夜观不管是生态观察还是我们出来找东西，就很常这样，很常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各位如果在跑野外什么都没有共顾的时候，不要气馁，我们都是这样来的。希望这种原始地方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生物啊，算了，有东西就好了，不用管。还有什么没讲？没有，没了吧？其实讲太多，观众也不想看了。他们想看蛇啊，他们从来就不是看我们两个，都是看你看，这里马上有崩塌地，各位，感觉就是这个废弃的产业道路或者是林道。好吧，看能有什么通道啊？上去了。我录到我们找到它了，这里捕类不少哎。我们上山的时候已经看到一只山猪了，我也看到一只山羌。哎，小雨蛙，各位可能看不清楚啊，远远的，它完美的融入这个落叶堆里面。黑蒙西式小雨蛙呢，它的头部两侧到腹部这边有一块很明显的黑斑块，背部啊到它的腿部就是褐色。它跟那个台湾的外来一种花峡口蛙是亲兄弟，但花峡口蛙很大。对、啊，它是峡口蛙科的。峡口蛙科就是你会看到它的头部会变这样子。假设这是它的尾端，呈现一个三角形，一个 triangle 雨滴状。对，基本上很多的峡口蛙都有这个特征，但并不是每一种，因为花峡口蛙就没有那么明显。那其他的小雨蛙都有这样子。然后小只的花峡口蛙呢，其实也有城里花峡口蛙的那些特征，所以千万不能把小雨蛙认成外来种花峡口蛙，千万不行，真的是很母汤。这是台湾原生的小雨蛙，你可以拍个 B 肉，它现在给洗很可爱。各位就看它的侧面那个黑色，就是它最大的特征。那个花峡口蛙应该在帮我们拍个影片还是照片就好了，到处都有。青蛇啊？青蛇？我在拍 B 肉，你找到青蛇？真的啊，我没有捕到是那青蛇啊。对，有哎，好扯啊，好白哦，好可爱啊！这就是晚上青蛇的特征。对啊，就盘在一坨。我跟你讲，我刚刚那一段根本就没有按掉，它是一整段连在一起。真的啊？对，超帅的，超帅，这就是夜观的乐趣啊！那我们影片没在跟你造假的，直出好不好？都是直出的青蛇，黑蒙西市旁边那只青蛇，青蛇是白天活动的蛇类，通常是白天活动，并不是100%，非常常见于中低海拔的山区，全身都是青色的，故而得名青蛇。然后主要主食呢是吃蚯蚓，很特别哦。但是我相信它会去捕食其他小型生物。它是一种台湾无毒的黄汉蛇科的树栖蛇类，但是很常遇到路杀，是因为白天的时候车流量也比较大，所以它过马路车子嘎了，死掉的青蛇会变蓝色，超帅，会变成 Tiffany 蓝。各位如果去一些社团或者新闻报道会播，台湾罕见的蓝色的蛇，台湾有蓝色的蛇没错，但是那些都是特别的便利，还会缺乏黄色素等等，轻缺黄才会变蓝。对，但是我是没遇到了，我很想遇不到，我只能遇到这种普通的青蛇。Look at this dude. OK， 我们拍青蛇，看我干嘛？我也来拍个 B 肉，看能不能有个百步窜出来还是什么之类的。来，这青蛇长得很嚣张这里会有锹形虫吗？然后扁锹啊，没有这看起来像圆刺那一类的呢。红圆翅膀尸体啊，它身体有点酒红，是红圆翅吗？红圆翅膀，对。大圆翅哇，是大圆翅这个对是大圆翅公的，干好扯啊！是大圆翅大圆翅不是我们晚上点灯点灯吗？太扯了，各位。凯凯抽冷静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东西不肯出在这里。而且它是公虫，然后它的牙型还蛮漂亮的。对啊，小牙这个还不错，这是应该快6公分吧，真的不错它牙型出来了我看看，太扯了吧！晚上路边爬的大圆翅看你刚有录到吗？有啊，我刚刚看到，我先开摄影机。基本上不太可能啊，就是在路边看到这种东西不太可能，因为它是一种我们有点那个大圆翅，但只有点到母虫，我们那支影片应该会出了，没想到我们没点到，然后在路边捡到一只公虫，太扯了，而且这里海拔不对，10
间不对。这也没什么，我刚才路边都有看到青冈栎而已，莫名其妙哎。大原氏小型虫是属于喜欢在1700左右活动，我们现在这条林道根本就没有那么高。然后既然我们都遇到了，我就介绍一下大原氏，我们终于可以介绍完。之前影片有拍到母的大原氏，我们是用点灯的方式吸引它趋光性，它喜欢在半夜的时候出来，10点11点后才开始活动。现在几点？现在11点半，好像差不多。大原氏通常不会在地上爬，我们找到的方式，要么白天摇树，找到它的栖息性的蝌蚪科植物上面摇，或者就是点灯的方式吸引它过来。在路上的原翅应该就是红原翅、泥原翅和小原翅这种会白天活动，然后喜欢在地上活动的原翅，我是没有听过在路边捡大原翅啊，所以我觉得这家伙可能是刚才暴雨可能在飞吧，然后掉地上，我猜啦。我们这边的垂直的海拔陡升蛮快的。对，有可能。还蛮干净的，感觉是新个体，而且它是季末哎。然后现在这支影片已经快要没有大原翅的这个季节，所以我觉得这是今晚最大奖。结果竟然有大原翅，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真是排对了。然后我们会俗称它为龙牙，是因为它的个体够大的时候，它的螯部上锯齿会看到中华文化般那个龙的牙齿有往上凸的形状，所以我们俗称它为龙牙。这只呢还称不上龙牙，但是我会觉得它叫小龙牙。齿突有出来，但是还没有到非常的明显，超厉害而且这不是台湾非常常见的，像扁锹啊、2点翅那么。这个我们为了它熬夜到了4、5点，我们没睡没找到，来走路找到了，走路找到它，莫名其妙，真的是莫名其妙，太扯了。我这样看过一次，我以后会认的。会哦，有那个形态哦，对啊，大原翅是台湾原翅里面最大只，它的特征就是它的鞘翅身体啊。在强光下面会有很明显的那种暗酒红色，红原翅的话会是很漂亮的橘色，还有我们在点灯的时候，如果都来母虫，远远的观察的话，就是感觉红红的大原翅，亮亮黑黑的鬼艳的母虫，那边活得了真的蛮瞎的，不可思议啊！把它放那个青冈栎上面好了，就这样，走吧。然后原生的蝸牛啊，各位这边看到一只台湾山区非常常见一种台湾原生的大型蝸牛，这个斯文豪氏蝸牛啊。另外一种是小只的，壳上有钢毛是盾蝸牛，这是斯文豪氏大蝸牛，它跟平地我们常看到那个非洲大蝸牛有点差异，它壳螺旋丸还是圆的，非洲大蝸牛是锥形的，不要以为它是非洲大蝸牛把它杀掉，它很可爱，非常漂亮，原生的蝸牛啊，就这样。哦，好恶，不烦的，没有蛇息耶，对啊，真是难过。你这个录得到啊，还是你都有录到？你说这个声音吗？对，早就这样。有啊，这个都录得进去啊，其实蛮近的，还有的距离，就在前面其实。我们这样算播音吗？我们这样是不是没有道德的生态 YouTuber？ 完全算不了半点呢，哪来的播音那么客家？用自己吹的。那什么声音？啊，那可乐狗是我们的吗？不是。你有听过这个叫声吗？没有。好吧，有的是。来这了，无痕山顶啊，各位。这个看了完全可乐不起来。丢这个人可悲啊！王建军，这是柴官龟吗？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柴官龟？你现在就开始拍了。对啊。我们刚才走这个林道走一走啊，刚好下大雨啊，然后我们远远看到一个感觉像石头东西在路中，它原本在路中间，然后我看到它就更傻眼了，柴官龟哎，重点是这边完全没有水，这只柴官龟把自己当石车龟在活，你知道吗？太扯了，超级夸张，而且这是一只非常漂亮的成体。柴官龟呢，通常成体就差不多20公分左右，所以这只我手这样差不多是17、15公分，所以这只应该是背甲应该有17公分长左右，差不多20-30公分，20公分粗。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地方可以在一座林道上面看到柴官龟。台湾的柴官龟呢是一级保育类生物哦，因为其实它的栖地还有它的族群量，你对它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尤其是栖地的破坏。它主要分布于台湾中北部以及东部花莲一带的那种浅山的湿地，就是比较潮湿有水源处的地方，所以我们能看到它其实运气很好。然后北部像是阳明山，只要是有水的地方，这干净一点比较容易观察到它的踪迹啊。我们现在人在中部，我没有想到我可以在这边遇到它，真的太夸张了。然后由于它是半水栖的那种乌龟，所以它的脚上其实是有蹼的，但它仍然会爬到陆地上活动，就像
我完全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很有可能是迷路吧。然后柴钢龟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后缘这两处会有不明显的锯齿缘，就是像大波浪有锯齿。然后它的头部刚伸出来，头部这一侧会有淡黄色、淡绿色那种斑块，它不像石蛇龟那么可爱。石蛇龟的话，会中间背甲上这个棱脊会是条橘黄色，很明显，背甲上圆圈圈会有橘色的斑点，但是柴钢龟没有，完全没想到它会在这边遇到它。我们找蛇找到柴钢龟，太扯了吧？为什么可以找蛇找到柴钢龟？这只应该是公的啦。看它尾巴，为什么台湾柴钢龟会被列为一级保育类？因为我觉得它数量其实没有到非常的稀少，但是它有面临很庞大的捕捉压力，它能生存的栖地已经被大量破坏、大量缩减。其实会很多像是误捕的问题在，有时候放这些蛇笼啊、抓螃蟹的或抓鱼的，它那个笼子它会误闯进去，因为它也会吃，它会被那个味道吸嘛，钻进去它出不来。但是它不是鱼类，它需要上水面换气，还有被淹死的问题，而且栖地破坏、数量下滑、误捕或者甚至盗猎。盗猎也是一类，虽然盗猎以石蛇龟为主啊，但是柴钢龟也是有这个压力。然后主要台湾的人类的开发以及高度重叠的生活环境，因为它的海拔分布高，都是差不多1000左右，就中低海拔山区，它被多方面的外界干扰，这些多方面的压力，台湾的乌龟原生的本岛就石蛇龟。还有柴钢龟，外岛甚至是金门嘛，有那个金龟，数量都是不断的在越来越下滑。除了斑龟啦，斑龟的话数量很蛮多的，那斑龟在台湾活得很快乐，但是在其他的世界数量非常稀少，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这个我们台湾原生的乌龟，因为它是保育的时候我也不能碰它，我们就只能这样，我们只能等它自己停，我们只能这样子可能叫啊，可能不小心吓到它，就自己停一下这样。这东西呢，通常不会在这种林道上面出现。林道会出现的应该是石蛇龟，就是把它当石蛇龟吗？我也没办法。好，就这样子，跟他说拜拜。啊，各位，今天状况不会差啦，只是蛇真的蛮少的。我们就遇到一只青蛇，就是各种的蛙类，什么拉图骑士啊、黑蒙骑士、小鱼蛙、蟾蜍啊。今天这样子看最大奖应该是那只柴钢龟。今天晚就到这边，因为有看到大圆翅还有柴钢龟，真的是蛮厉害的，我觉得蛮特别。好，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要回去了。我们是冲安蛇，以后会带给大家更多的台湾的动植物、生态、昆虫等等所有的关于台湾大自然的影片。各位了解台湾的大自然，必然爱上台湾的大自然。各位，如果你的身旁的周遭，不管是家人、朋友们对生物有兴趣，甚至看到一些不知道的生物，跟蛇类啊、昆虫等等，欢迎分享我们影片，让他了解台湾的生态，了解台湾的自然。冲山蛇，我们下次见，拜拜 ，Let's go， 回家睡觉。还字。在哪还文字哎！我还文字，跳车来得及啊！幸好他在边坡。我不知道多久没看到他了，太扯了啊！好开心哦！这个应该不叫黄文志了，它现在叫斯文豪氏华珊瑚蛇，对吧？对，没错。反正我习惯叫它黄文赤。它跟我们先前拍的说的是带纹赤蛇，那时候合并名称的时候，它一起正名成这个。跟收带鱼鸟同时去处理啊。以前的分类上，它是黄文赤蛇，台湾的特有亚种而已。经过在确认分类之后，它现在被提升一个档次哦，它现在是台湾特有种斯文豪氏华珊瑚蛇，它是蝙蝠蛇科的，它是3级保育类，非常的稀有，超级少见。我自己是没什么看它几次的，今年找它找老久，我都没遇到哦。这个探点它大成功哎，超夸张的，我们竟然真的找到一个有黄文赤的地方。各位，我们遇到了今晚最棒的蛇类，我自己觉得它是它最棒的蛇类了。心里咯噔了一下，它看着进那个洞了。它是保育类，我们就是观察它就好，也不能碰它。趴起来超像蚯蚓在上，超好笑，它就是一只红色的蚯蚓，也可以从这里知道为什么它叫黄文赤蛇，因为它的身上的特征，第一个，它头部黑白黑，中间有一个漂亮的白色的斑块，超美，全身很漂亮的鲜红色，隔一格的黑色的黄纹，间隔非常的明确，所以它故而得名，以前叫做黄文赤蛇。但是现在因为它的命名人是斯文豪，所以用它的命名人来帮它证明，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的老舍，非常长的一个感觉很屌逼的名字，叫斯文豪氏花珊瑚蛇。但是我们像我刚才跳车的时候看到，还是觉得说哦，黄文赤习惯了。它是台湾蝙蝠蛇科，而且有剧毒的一种蛇类。但是 but 哈 but 啊，它的攻击性非常的弱。它是一种非常温驯，而且看起来呆笨的一种蛇类。台湾目前没有任何的老伤致死、中毒致死的
记录。听前面是说他们不会开口，它的习性就是像这样的夜晚的时候在边坡旁边爬，各走各的。但是它受到惊吓的时候，它的特色跟缩带一样，说的是带纹式蛇一样，它会把它的尾巴旋起来，露出白白的腹部尾巴的部分，然后身体会摆成一个像是 F1 赛道，我形容太棒了。各位看过那个赛车的 F1 赛道的形状吗？它有时候会摆出那种不规则形状，它不会像是雨伞节这样头埋入身体底下，但是它会头紧贴地板，身体会压超扁的，跟那个雨伞节很像，它会压着很扁，然后尾巴卷起来。尾尖的话有一个特化的印子，它会去刺，它是一个可能像它的唯一的攻击武器，因为它既不开口，然后也不会有战斗姿势，它就是尾部的勾尖刺你这样，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蛇类。因为现在可能看不到，但是它的肚子是非常漂亮的，像钢琴键这样子，黑白相间，非常的漂亮。其实看它的腹部侧边是看得出来的，对不对？它整只蛇呢，就是超级鲜艳、超级特殊，感觉不像是现实中存在的一个东西。你看它的头部白色的，身体鲜红色，还带有斑纹，腹部还是呈现亮白色的钢琴键斑，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它才是剧毒的蛇类吧。我个人觉得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蛇，因为它分布海拔很特别，主要分布在1000公尺以下的山区，所以1000公尺以下，说实在的，它的天敌会非常多，非常大量，红斑蛇、白眉花啊、雨伞节啊、龟壳啊，各种蛇类，还是像是猫头鹰、红嘴角鸮、菱角鸮等等，都可能捕食它。所以我觉得它的天敌是非常大量，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它数量比较稀少。它的主食呢是比它在更小的蛇类，像是钩芒蛇、铁线蛇，甚至一些小型的石龙子之类的。哦，它跑上来。非常有趣，自己觉得感觉它一脸看起来应该是要中高海拔那种像标蛇这样子很冷的地方才出现，没有。你看我们穿的短袖，然后今天是因为下完雨，不然应该是蛮闷热的。我们刚才车子开，然后我头灯就稍微还是照着山沟旁边，赌了最后的机会，没想到被我赌中了啊！黄文志赌中了，太爽了！这其实不是那么常见的一种物种。我觉得今年最大奖目前来说，我觉得今年最大奖应该就是它了。我刚才说它很难找，是因为它的习性也比较隐蔽一点，是完全地栖的，跟标神非常类似。它喜欢在森林底层落叶堆底下休息活动。你看，如果它在体型那么小、那么细，然后又可以把自己压扁的状态下，它在落叶间你根本就看不到它，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观察到它的存在。所以每次见到它，都是山神给我们赏面子，让我们有机会见证到这个有趣、漂亮、稀有的台湾保育类蛇类啊。它跟缩带其实是好兄弟，缩带也是很漂亮，但是缩带呢，它的特征是2条黑1条，环纹是这样一条一条，像横切面这样。这就是斯文豪氏华珊瑚蛇，有个绕口的，超可爱的。它是我心中台湾毒蛇里面排行前3名，它位阶一定比百步蛇更高。百步蛇算什么啊？它比较漂亮。你不能因为你看得多你就这样我觉得它比百步蛇漂亮，我是这么觉得啦。你看我心里想，应该赤练蛇嘛，缩带还好。斯文豪是华珊瑚蛇，应该这2个吧。我最喜欢的台湾毒蛇，因为它真的太漂亮了。但我比较喜欢缩带。是哦，PK 各位来投票，缩带跟斯文豪是华珊瑚蛇，你们觉得哪个漂亮？你们喜欢哪一种？我选它，我也觉得它比较稀有。我选缩带，我觉得这比漂亮。我们做过结尾吗？做了，刚做了啊，随便啦，你们等下回去再看那个结尾，再看一次。没办法，这只是我们强迫加班的，没办法，不录了。加班的黄文志，拜拜黄文志，拜拜斯文豪是华珊瑚蛇，超绕口。对啊，你的名字一定要那么屌逼吗？高大上，高大上保育类就是要有一个高大上的名字。真的，我们共过的夜晚，幸好有你。拜拜，拜拜。钻进去了，开拍了。好耍赞！我们在下山了。我们拍完那只斯文豪是华珊瑚蛇啊，下山的路上有一只雨伞节，超大只的雨伞节。它跟那个刚才我们的主角也是蝙蝠蛇科，都是蝙蝠蛇科的。然后这家伙跟它也像，就是很糗，但是它会吃雨伞节会吃华珊瑚蛇，反正它吃的也是物竞天择，我们无法干涉啊。这是大雨伞在这边活得非常悠哉。切记啊，看到这种大雨伞节，如果它是在家里的话，扫把扫的丢出去野外就好。我是不太相信野外的捕风捉蛇的，毕竟他们都用蛇夹。其实蛇夹呢是一定会伤害蛇类的，虽然乍看之下那只蛇没有死，但它里面的可能都是骨头会位移，甚至都会骨折。你想想，我今天可能就是迷一个路，然后人家把你手折断，你可以接受吗？应该不行吧？我相信蛇也不能接受。我们今天在野外看到它，更理所当然不要去碰它，毕竟它是台湾原生种，也是台湾大自然的一环。就这样子，
好了，这地址就是说下山了，我要下山的时候，你拍一下看一下。冲上去，对，往上冲。你看，你的毒蛇很胆小，它根本就不会去攻击人。对吧？我们才只是靠近一点点而已，你看它就往上冲了。所以事实上，大家觉得蛇类会追你啊，会追击，那个其实刻板印象啊，对，可能是你太恐惧了，它的行为造成你这样认为的。一样，人会对未知的东西看。对啊。